牛年到了，祝大家新春快乐！牛年点3点，好运连连连！祝大家学习成绩涨，工资涨，人气涨，点得越狠，涨得越狠。Hello， 欢迎回到静香的频道。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新的打算吗？我在这里祝你心想事成。那么既然提到工资，我们这期就一起对比看一下2020年加拿大各省份和各行业的平均工资和就业情况吧，了解一下哪个行业赚钱最多，哪个省份赚钱最多，哪个行业就业率持续下降，哪个行业职位需求量最大吧。看过我视频的人都知道，静香给出的数据都是力求严谨真实的，所以我提前告诉大家，这期数据呢是来自于加拿大统计局官网的就业、工资和工时调查报告。目前官网的数据统计到了2020年11月，所以视频里所有的数据都是基于这个月份的。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我们先看一下全加拿大州平均工资信息。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官网2021年1月28日最新统计出的2020年11月的数据，全加拿大的平均周工资为1110.45加币，相比2019年11月增长了 6.6%。 怎么样？看看你的工资是高于这个水平线呢，还是低于这个水平线啊？我们再看一下各行业周平均工资的比较信息。我们可以看出2020年11月一周平均工资排名最高的前10位的行业分别是：第一位，采矿、石油和天然气开采，2074.23加币；第二位，公用设施，1923.58加币；第三位，公司和企业管理，1579.92加币；第四位，科技服务，1507.83加币；第五位，公共行政，1439.07加币；第六位，金融和保险，1454.08加币；第七位，信息文化产业，1499.17加币；第八位，建造业，1338.67加币；第九位，贸易批发，1337.78加币；第10位，林业伐木业，1173.90加币。看到以上数据，可能你会想，这个行业的工资怎么比我想象的要低很多呢？当然你别忘了，这个可是整个行业所有人的平均工资，不乏有比这个行业平均工资挣得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存在啊。那么2020年11月周平均工资最低的3个行业是什么呢？倒数第一位就是住宿和餐饮服务，431.3加币；倒数第二位，艺术娱乐和休闲行业，705.95加币；倒数第三位，零售业，642.56加币。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出来，2020年11月的数据与2019年的11月同期数据相比呢，林业伐木业、公用设施行业、开采业和公司管理的工作人员的周平均工资是下降的，其他行业的工资同期都是增长的。其中百分比增长最多的行业呢是房地产和租赁行业，增长了 15.2%。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各省份和行政区域周平均工资由高到低的排名情况。第一位 Northwest Territories 1506.64加币；第二位 Nunavut 1458.84加币；第三位 Yukon 1288.37加币；第四位 Alberta 1197.26加币；第五位安大略省 Ontario 1148.69加币；第六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100.31加币；第七位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1087.94加币；第八位 Saskatchewan 1084.95加币；第九位 Quebec 1055.96加币；第十位 Manitoba 998.51加币；第11位 New Brunswick 995.07加币；第12位 Nova Scotia 957.58加币；第13位 Prince Edward Island 929.09加币。与2019年11月的同期数据相比，周薪涨幅最高的是育空，增长了 10%， 其次呢是 BC 省，增长了 8.7%。 那么你就可以看一下了，你的工资额是给你的省份拉高了平均值，还是拖了后腿呢？对了，以上的工资水平呢是包含了加班费的，而且是税前工资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2020年11月的就业人数信息，2020年11月的就业人数下降了79500人，比起10月呢下降了0.5%，这是2020年5月以来的首次下降。与2020年2月相比，雇员总数减少了110万人。所以如果身在加拿大的你还在正常工作，请珍惜努力吧。2020年11月，这4个省的就业人数下降。随着2020年11月继续采取了更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4个省份的就业人数下降了。曼尼托巴省下降了9700人，魁北克省下降了42900人，艾伯塔省下降了12500人，安大略省下降了25300人。这些数据呢，也反映了这些公共卫生措施的影响。同时，爱德华王子岛呢增加了400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增加了7800人，其余省份则变化不大。那么我们看一下时薪雇员占2020年11月就业人数下降的比例。2020年11月下降的就业人数中，几乎都是时薪雇员，减少了86600人。时薪雇员的收入呢，往往少于固定薪资的雇员的收入。例如，在2020年2月，固定薪资雇员的平均周收入为1410加币，而时薪的雇员的平均收入是800加币。由于低薪雇员呢有较大比例的失业，所以这支统计数据显示平均每周收入增加。11月的平均周薪为1110加币，比10月增长了0.6%。2020年10月的总工时和平均工时几乎没有变化。10月的总工作时间比 COVID 之前的水平呢低了5.5%。10月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呢也几乎没有变化，为33.5小时，这也是7月以来一直徘徊的水平。2020年11月，服务生产相关行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11月，服务业相关行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45000人，这是自5月份以来的首次下降，主要集中在住宿和餐饮服务业，下降了48200人。其他几个领域跌幅较小，包括艺术、娱乐和休闲行业减少了8800人，以及运输和仓储行业减少了6700人。商品生产相关行业的就业率呢几乎没有变化。住宿和餐饮服务业在2020年11月跌幅最大，下降的大部分是在餐饮行业。这个数据呢与一些省份对室内和室外用餐的限制措施相符合。酒店住宿行业的固定薪资雇员数量也减少了4700人。住宿和餐饮服务的下降数据大多属于魁北克、安大略和曼尼托巴省，因为这些省份实施了严格的卫生公共措施。与去年同期相比，住宿和餐饮服务的平均每周收入几乎没有变化，为431加币。这个行业是所有工业部门中收入最低的，因为绝大多数雇员呢是按小时支付的。2019年，在住宿和餐饮服务业10个薪资雇员中，有9个是按小时支付的。在艺术、娱乐和休闲方面，10月的就业人数下降了8800人，其中包括滑雪、体育和健身中心。2020年11月，运输和仓储行业就业人数下降了6700人，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仓储业，下降了1900人，邮政业下降了1700人，卡车运输行业下降了150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运输和仓储领域的平均每周工资增长了5.5%，达到了1164加币。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空缺岗位信息。2020年11月呢，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职位空缺最多，占所有职位的空缺的1/5，职位空缺率为5.2%。这些部门的职位空缺率呢，在10月份为3.8%。2020年11月，育空地区和魁北克的职位空缺率最高，萨斯喀彻温和曼尼托巴省的职位空缺率最低。希望以上信息呢，可以让你对加拿大近期的就业市场和薪资情况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岁月静好，环看静香，我是静香，愿你分享北美生活心得和使用信息。喜欢我的视频，就请一键3连，帮我点赞、订阅并打开通知小铃铛吧。我们下期见啦！